我是瓜皮儿，甜蜜家园前情提要。因为物资告急，阿贤、八脸和幼力妇女决定出去到外面寻找更多的物资。同时，智秀的阑尾炎发作，情况不容乐观。物资组只能优先寻找医疗设备，但车刚开出去没多久，就遇到怪物袭击，被掀翻在地。听到外面的动静，恩赫察觉到是阿贤他们失败了。他告诉智秀，现在的条件他没有办法使用麻醉，而且手术即使成功，他也很可能感染细菌而死。智秀决定赌一次，便让恩赫开始了手术。阿贤从昏迷中醒来，看到了比之前体型更庞大的大块头，他抄起家伙冲了上去，但却被大块头血虐。机械这时也醒了过来，他扔出去几个燃烧瓶，逼退了大块头。正当他准备救阿贤离开时，大量的鲜血从他的鼻孔喷出。就在他准备牺牲自己时，郑一景开着辆消防车及时赶了回来。经过一番有惊无险的行车操作，让大块头领了盒饭，八脸也趁机救出了昏迷的幼力。晚上，郑一景打算把消防车里的水转移到公寓时，机械走过来问他怎么用自己的宝贝摩托换了辆古董车。郑一景因为有心事没有解释，把找到的哮喘喷雾给了他。机械将喷雾交给了女儿，然后用粗暴的方式感谢了八脸。八脸走到超市里和郑宰宪聊了几句，然后喝下了杯中的酒，算是正式接受了郑宰宪的好意。在遇到恩赫时，郑一景主动问起了阿贤的情况，而恩赫却得知了她怀孕的事儿，同时再次强调自己这么做的正当理由。可他却急着要知道阿贤的情况，除此之外什么都无所谓。见到阿贤后，他直接划了他一刀，看到伤口愈合后，便追问他是哪一天开始出现症状的。但阿贤也记不清了，这让他沮丧地瘫坐在地上。他告诉了阿贤之前自己从女特警口中得知的情况，自己当时为了活下去供出了阿贤的存在，这才得以平安归来。得到了消防车上的物资补给后，大家开心地吃起了晚饭。这时老板娘却走出来告诉大家，她准备离开了，因为她也出现了变异的症状，她不想连累大家。可老板娘现在还是人类，走到外面无异于自取灭亡。于是丙日提大家投票表决，这次大家都选择让他留在禁闭室里，毕竟他也可能像阿贤那样凭借意志力抵抗变异欲望。老板娘在去往禁闭室前还在关心着郑一景的身体，看着眼前的阿贤，她顿时明白了丈夫当时的感觉。可那个时候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。为了缓解大家的心情，所长拿出了自己珍藏的桑葚酒让大家一起喝。恩赫在看到后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叮嘱大家注意执勤时间。郑一景洗澡时，脑海中浮现出了24小时前的事儿。女军官将手中的信号器交给了自己，他有把握自己一定会按下按钮，因为这么做不仅能救大家，还能获得向元的下落。这时一个士兵想要偷袭他，被他轻松撂倒。机械正在跟大家声情并茂地讲述着这栋楼以前的恐怖故事时，那个士兵突然冲了进来，抓起眼前的桑葚就吃。郑一景出来解释，这个人可能是个逃兵，话音刚落，那逃兵就流下了鼻血。他嘶哑地说了句快逃之后就晕倒在地。恩佑来看望阿贤时，阿贤注意到他的腿脚利索了不少，这让恩佑打开了话匣子。他当时就是因为脚伤才放弃了芭蕾，而阿贤是最后一位观众。反正世界都已经这样了，也不会有谁有心情看芭蕾舞。聊着聊着，恩佑就借机用手势向阿贤表了白。阿贤还没有弄明白手势的意思，恩赫就出来恭喜了他们。阿贤可是妹妹的初恋，这让恩佑第一次红了脸，他急忙找了个借口离开了。天亮后，阿贤走到卫生间，看着镜子剪短了自己的头发，他要和过去的自己正式告别。同时智秀也醒了过来，这让郑在宪喜出望外，赶紧和他聊了起来。恩佑对初恋这个词儿一时接受不了，正蹲在男厕所外的墙角准备抽烟时，八脸走了过来。他给恩佑进行了简单的礼貌教育后，将自己的火机送给了他，还表示自己戒烟了。恩佑心想，信你个鬼呀！恩赫正做着当日记录，丙日跑过来告诉他，昨晚的那个逃兵醒来后变得很奇怪，而郑一景已经知道了那个逃兵叫郑宙兴。他逼问对方的所属部队和任务内容，郑宙兴却是装疯卖傻。这时他的对讲机里却传来男人们的说话声，他显然对这声音非常害怕，想要逃走，却被恩赫和丙日拦住。对讲机里传来枪声，让在场的人都察觉到了危险。顾不上别的，郑一景直接砸碎了对讲机，并要求将楼顶上的求救布条撤掉。之后他来看望了老板娘，刚告诉过他只要撑过15天就能平安无事，鼻血就喷涌而出。郑一景眼神复杂地看他希望老板娘能够挺住。另一边，刚刚在楼顶将求救部割断的阿贤和八脸男返回时，竟遇到了失踪多时的保安。他们没有来得及阻止保安搭乘电梯下楼，只能在该走楼梯的同时拉响警报。警铃响起，让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。路上，八脸被一只怪物缠住，他让阿贤先走，自己能搞定。
阿贤望着离楼还很远的楼梯，心一横，直接跳了下去，落地的一瞬间也原地骨折，断骨刺穿了他的腿，他顾不上伤势，艰难地向前爬着。与此同时，电梯门开了，变异后的保安抄着手中的割草机向所长走来。他最后的记忆就是所长送他的那箱发臭的鱼。保安的无双割草模式吓坏了所长，眼看他就要被切成两半，郑载宪及时挥刀挡住了割草机，但因有伤在身，他握刀的左手被割草机斩断在地。眼看着保安向其他人走去，他强忍着疼痛将其一起拽进电梯。电梯里他们打得血肉模糊，郑载宪知道自己顶不了多久，于是高声往外面喊着，让城管往里面扔燃烧瓶，自己和保安同归于尽。惨烈的场面刺痛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和泪腺。恩赫强忍着悲痛的心情，将燃烧瓶扔进了电梯，顿时熊熊烈火包围了电梯里的他们。火光中，郑载宪迎来了他悲壮的落幕。看到这一幕，所有人都哭了。郑载宪的死给众人带来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，尤其对智秀来说更是如此。他看了眼那简单的墓碑后，一个人找个地方哭了起来。就在刚刚，郑载宪还向他真情表白，但没想到一眨眼人就没了。他感觉是自己给周围的人带来了厄运，恩又对这种想法嗤之以鼻，说到比惨，我也不差呀。他变成孤儿的那天，即使父亲很累，他还是坚持让他带全家去看芭蕾舞表演。然后路上就发生了车祸，那天的事故也让他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成了孤儿。可之后哥哥却休学，让他学了芭蕾舞，安慰妹妹说事故跟他没有关系。他想报答哥哥的恩情，所以拼命地学着芭蕾舞，可没有想到祸不单行，脚踝受伤让他自此向芭蕾舞告别。所以命苦的人不只有智秀一个，他将郑载宪用了那把30年的武士刀交给了智秀，反正现在自己也无事可做，干脆大家相约活到最后。晚上，老板娘在禁闭室里默默记录着自己出现症状的时间。她相信自己连几十年的家暴都扛下来了，5天更不在话下。天亮后，机械拜托郑义景一定要找到这栋楼里的地道，已经有太多的人丧命了，必须找机会离开这里。刚说到这里，英秀就从望远镜中发现了异常，二人先后接过望远镜一看，一辆军方装甲车正朝这里开来。机械凭借过去的经验判断，这群人来者不善，于是他当机立断，由自己去迎接客人，郑义景去寻找地道。那辆装甲车果然没安好心，他直接给公寓的大门撞了个洞。车上的人下来后，为首的仲谢直接给了郑宙兴一刀啊！在切下他的一根手指，发现他的指纹打不开眼前的箱子后，仲谢便将郑宙兴一枪爆头，然后命令下属抓住所有人。眼看把脸就要被发现，机械站了出来，为他打了掩护。这时郑义景瞅准时机，偷偷拿走了那个箱子。那伙人画了一个圈，将所有人集中到一起后，仲谢开始杀鸡儆猴。他表示，大家只要乖乖听话，就能平安无事。恩赫没有被吓到，他判断这伙人应该是抢走军方武器的罪犯。他们之前盗过一个教堂，但里面的人都挂了，不是被怪物所杀，而是自相残杀。他认为人比怪物更可怕。正说着呢，手下杀马特跑了过来，汇报说发现了昏迷的智秀，却对刚刚自己虐待他伤口取乐的事情只字不提。仲谢让他把人去带来。他们交谈的这会儿，恩赫悄悄告诉阿贤，他们必须等待时机反击。除了阿贤，他们还有其他的武器。这时巴连也在郑义景的帮助下干掉了2个敌人。仲谢翻看着恩赫的笔记，他称赞了一句，这里是他见过老弱病残最多但幸存者也最多的地方。他给了恩赫2个选择，要么加入，要么死。恩赫选择了前者。仲谢的手下帽子男就跑过来说这里有怪物。恩赫想为老板娘求情，但仲谢反而嘲讽他伪善。正当他要开枪杀死恩赫时，老板娘扑了过去，同时领了盒饭。仲谢告诉他，伪善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看着老板娘的尸体，恩赫流下了眼泪。同时，郑义景和巴脸发现了躲藏起来的英秀，以及救了英秀不让他被那伙人发现的粘液怪。时间不等人，加上巴脸不会用枪，郑义景便提出由他去救人，而巴脸则负责英秀的安全。他直接扛起枪，凭借着以前曾经当过特种兵的经验，打了仲谢等人一个措手不及。大厅里的众人也开始趁机纷纷还手，但很快被仲谢镇压下去。变异后的老板娘也在这时走了出来，她面无表情地杀死了1人后，为了阻止老板娘大开杀戒，阿贤被迫干掉了他，同时自己也重伤倒地。仲谢发现了阿贤是感染者后，放火将老板娘烧成了炭，和几个手下一起带走了阿贤。他们走后，杀马特走了过来，他凭借嗅觉猜到了尤利是医护人员，便将他带到了智秀面前。正当他要对尤利图谋不轨的时候，智秀从昏迷中醒过来，奋起反抗，与尤利配合下，用武士刀干掉了杀马特，同时也让尤利的哮喘发作。就在仲谢将阿贤带到天台的同时，郑义景和巴脸也分别救出了大家和尤利的命。仲谢正准备慢慢虐杀阿贤，属下一名突然反水杀了他。
然后朝阿贤伸出了血淋淋的手。这时天空中一架直升机从他们头顶飞过，纸片雨一样的特殊感染者检举公告也飘散了下来。一鸣捡起了一张看了看，然后问阿贤刚中的那枪是不是很疼。阿贤不明白一鸣为什么要这么帮自己。一鸣冷笑说，其实自己是那教堂里的唯一幸存者，跟这群人在一起只是蛰伏等待时机罢了。他承认有的怪物不会伤害人，但却不认为人不会伤害怪物。他们聊天的同时，幸存的帽子男跑到1楼缴械投降，将手中的那张公告递了过去，上面写着，如果检举特殊感染的人，他们会亲自保护检举人的安全，并给一个安全的居住地。如果公寓那群人看到这个公告，那他能平安无事吗？为了让阿贤死心，他让阿贤作为肉盾挡在自己面前，一起下了电梯。可惜自己低估了人性中的善。看到他们下来，众人只把枪对准了一鸣。恩赫也站出来表示阿贤是自己人。阿贤挡在了枪口前，他希望大家信任一鸣，更何况一鸣救了自己。晚上，阿贤来到禁闭室里，郑一景也在。他对自己被迫杀了老板娘感到愧疚，而郑一景也表示理解，心中默默悼念了老板娘后，阿贤问起了一鸣今后的打算。一鸣则邀请阿贤和他一起组队去寻找更多的同类。说着说着，他就双眼一黑，以前被军方抓去做实验的痛苦回忆也涌现了出来。他觉得人类该被大自然淘汰了，与怪物注定无法共存。为了验证这点，他让阿贤亲眼看着那个救了英秀的粘液怪被活活烧死的场面。城管秀英和孙慧仁不顾英秀的哭喊，执意烧死了他的这位朋友。正当阿贤有些认可他的时候，恩佑告诉他，就算人被排挤，也要谨慎交友。说完，他就带走了姐弟俩。看起来阿贤的朋友并不少，对于一鸣的表现，恩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恩赫觉得比起一鸣这事儿，还是那张检举公告更为重要。上面写的内容看起来是一笔划算的交易，不过他不会出卖阿贤，因为这种宣传单都不可信。为此，他打算跟阿贤协商一下。可阿贤明显被刚刚的事情触动到了，他不想再做大家的猎犬了。他走后，一鸣出来告诉恩赫，阿贤或许不久之后就会离开。郑一景从一鸣的行为举止中看出，他曾经被抓去做过实验。一鸣没有否认，他告诉他们军方的黄金时间作战策略，简单点说就是军方不会来救援，只会在尽可能多的区域对未知的怪物和人类进行无差别摧毁。眼下大家只能靠自己。一鸣离开后，郑一景将自己和军方的交易全盘托出。虽然有些沮丧，这些信任来得有点晚，但恩赫表示自己尊重他的想法和选择。他们的谈话被门外的刘载焕听了个一清二楚。他趁着两人离开，偷偷拿走了信号器，并按下了按钮。白天的战斗，韩斗直也出现了变异前的症状。为了不连累大家，他独自一人躲起来喝起了闷酒，独自和内心的另一个自己搏斗着。早上，走廊里的八脸发现了右利用完的喷雾，他着急地找到他，想要开车载他去寻找新的喷雾，但却被一鸣阻止了。他认为八脸很可能会出卖他们，阿贤却将车钥匙还给了八脸，让他尽快去救人。可他们刚跑出去没多久，一鸣突然亮出了手里的枪，在射杀右利后又开始大开杀戒。丙日不幸中弹，很快就断了气儿。右利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让八脸继续背着他往前走。八脸知道他的意思，咬牙背他飞奔起来。阿贤扑过去和一鸣扭打起来，但却不是对手。得意洋洋的一鸣告诉了他残酷的真相，其实老板娘是自己杀的。这句话彻底让阿贤暴走了。他进入变异状态后血虐了一鸣，正当他失控的时候，韩斗直扑过来牺牲了自己，唤醒了他的理性。天色逐渐暗了下来，右利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儿。漫长而煎熬的一夜过去，阿贤从昏迷中醒来，看着韩斗直的尸体，往事浮现上心头，但他却突然失忆了，忘记了自己和周围的一切。他只知道自己在哭，还有一阵阵的心痛。只求希望，如果他失忆了，那就顺带着忘掉所有的痛苦吧。恩佑回想起之前和阿贤的表白，眼泪也止不住的流着。另一边，机械通过2天前韩斗直留给自己的钥匙，找到了他死前为秀英姐弟俩做的勋章，让姐弟俩和好如初。随后，老爷子在睡梦中安然逝去。郑一景在给他和丙日挖坑时，挖到了他之前说的地道。这时，天空中下起了大雪，同时没有死透的一鸣悄悄开走了大门前的装甲车离开了。晚上，一大群全副武装的士兵将这里团团围住，他们向里面喊话，让感染者立刻出来投降，其他人都会得到优待。恩赫马上意识到是信号器被人拿走了，而阿贤虽然还没有恢复记忆，但他依然想要出去投降。恩佑劝他留下来。这时，想要顺着地道逃走的帽子男无意间引爆了里面的手雷，爆炸声让外面的士兵以为里面想要负隅顽抗，于是他们开始了无差别的攻击。
躲过枪林弹雨后，众人开始从地道里撤退。路上，恩佑注意到阿贤没有跟上来，于是恩赫便前去寻找他，并向妹妹保证自己阿贤都会平安回来。阿贤的第二人格占据了他的身体，他毫不犹豫地朝外面走了出去。他看着英秀送给他的围巾被风吹走，再看着手臂上的疤痕，他的脚步更加坚定了。恩佑这时才明白过来，哥哥根本没有打算活着回来，他是想要牺牲自己来保护大家，这让他难以接受，哭喊着想要出去找他。城管和刘载欢两个人合力才将他带走。郑一景含泪关闭了眼前的大门。恩赫回到了控制室，他看着小时候和家人的合影流下了眼泪，同时他也出现了感染的症状。门外阿贤在挨枪子的同时，在这栋公寓里和大家相处的往事也浮上了心头。30小时后，众人在孙慧仁的狗带路下终于来到了地道的出口，那名女军官也带队站在了他们面前。他告诉郑一景，交易还没有结束。在目送其他人离去后，郑一景穿上军装，开车驶向了远方。身上的伤口愈合后，阿贤被一个声音唤醒，睁眼一看，竟然是脸上的伤疤全部消失的疤脸。他朝阿贤打了招呼，那声音让阿贤反应过来，眼前的疤脸被一鸣附身了。此时他们所乘坐的车也驶出了隧道，前方的路途还不可知。到这里，天命家园第1季的故事就结束了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